可敬殿下。太子殿下年少从军，15岁独当一面，骑兵绝猛，轻骑逐敌3000里，一战威名冠南疆。弱冠之年，亲率10万铁骑杀尽南夷贼寇，立下不世之功。相传相貌更是英俊潇洒。这次长公主殿下邀请京中贵女参加游园会，恐怕就是意在为太子选妃。这京中女子除了我，谁配站在太子身边？太子妃之位，我志在必得。太子少年从军，深谙兵法之道。长公主特意命我为各位小姐出一出考题，目的是想为太子寻一位情投意合的佳人。数月前，我从一位高人处得来一幅阵法残图，却始终不能将其复原。若今日谁能复原此图，便可与长公主共进晚膳。另有一盒明月霜作为彩头。明月霜，这可是皇室顶级贡品，可永葆青春，万金难求。蠢货！明月霜只是表面奖赏，和长公主一起用晚膳，太子殿下必定相伴。况且这兵法阵图真是正中我下怀呀。彩头虽好，可这是什么考题啊？哪有姑娘家天天研究兵法的？我看这太子妃之位，就是为上官静准备的。想要参加考题的小姐，请上前一步。该死，这苏婉晴怎么懂阵法？你个贱婢，也配穿这套上好的礼服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奴婢不敢，是夫人叫奴婢穿这套衣服，在游园会上为大小姐增光添彩的。我警告过你，不要骑到本小姐的头上。来人，在，把这贱婢的衣服给我扒了，丢进狗笼子里关上3天。是奴婢错了，大小姐饶命！走，大小姐饶命！来人，你不要过来！来人，有没有人过来救我？这贱婢定是要报复我。二位真有此信心？等等，诸位见笑，我姐姐恐怕没有这个本事，就不在此献丑了。放肆！你当长公主的考题是儿戏吗？一个庶出的贱人也敢如此放肆！徐将军，请您亮图吧。这就算是阵图？徐将军，这阵图高深莫测，以我之能，只能将阵图复原至此，请将军过目。上官小姐补上的阵图虽不及原图精妙，却也攻守兼备，巧妙至极。这画的是什么？是想蒙混过关吗？如此敷衍的态度，是对长公主的大不敬，还不快跪下认罪！这贱婢是想害死我，就是太心善，就应该让恶狗咬死他。妹妹还不认罪？姐姐如此咄咄逼人，无非就是认定我这阵图胜不了你。不知姐姐可敢与我赌上一局？哦，赌什么？就赌这幅图我能胜你。妹妹如此自信，倘若胜不了我，又该当如何？若胜不了，我愿以削发为尼，从此不问世事，常伴古佛，为今日之过赎罪。这贱婢顶着我的身份为非作歹，若她赌输了，别说太子妃之位没戏了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上官小姐，长姐一时糊涂，说了气话。永安侯府一诺千金，若他今日食言了，岂不是辱没了侯府的名声，沦为天下人的笑柄？大小姐放心，会自有一堆的袜子。听闻姐姐名下的胭脂铺深受官眷贵妇的喜爱，日入斗金，乃京城第一。不知姐姐可敢将其作为赌注？宋云兰是我成为太子妃路上最大的绊脚石，若能趁此机会断其退路，区区一间胭脂铺算得了什么？哼！好，我跟你赌了，妹妹到时候可别后悔。长公主，还劳烦您帮我们做个见证。本宫允了。
这宋云兰敢在长公主面前夸下海口，怕是冲动过头，很快就会贻笑大方了。妹妹快些，一幅胡乱的涂鸦，可别让长公主和徐将军等久了。姐姐别急，这真成阵头了。镇守轻盈如鸟，镇尾绵延如蛇，左龙右虎，这是四兽阵？这不可能！不对，这阵眼确实是四兽阵不假，可是这阵脚怎得如此胡乱？宋云兰，你倒是很聪明。四兽阵是咱们开国军师的手笔，精妙非凡。你胡乱连出来，确实唬人。不过这四角作何解释啊？大胆！你这是愚弄长公主，其心可诛！长公主，这宋云兰如此不将您放在眼里，若不加以惩戒，恐怕会助长歪风邪气，折戈皇室，谈何为也？当着长公主的面你也敢糊弄，你吃了豹子胆了吗？大小姐放心，我这阵图比开国军师的还要真。宋云兰，这阵图可是四兽阵？是。长公主若心存疑虑，不妨请徐将军亲自辨别真假。那就辛苦徐将军了，仔细验看。是。这阵眼是四兽阵不假，错列纵横。难道这宋婉晴就真懂得阵法？回禀长公主，这阵眼虽然是四兽阵，但这阵脚，宋小姐是在蒙混过关罢了。依微臣看，宋小姐这幅图胜不过上官小姐。哼，结果已定，很遗憾，妹妹你输了。这往后啊，我会常去尼姑庵看你的。难道真要被他害死了吗？徐将军莫怪，宋小姐年轻气盛，言语上多有冒犯，还不给徐将军道歉？我拒绝道歉。你疯了吗？信我。哼，不知将军可敢攻一攻我这胡乱涂鸦？既然如此有兴趣，那本宫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若做不到，罪加一等。多谢长公主成全。左上角乃风阳阵，龙鸟穿梭其中，如鱼得水。哼。右下角乃天赋阵，虎翼乘风，蛇牙引雾。装腔作势。本将纵横沙场31年，若你真能守住本宫时，镇北将军让给你又如何？哼！将军扪心自问，这阵图你可攻得破？大胆，竟敢谋害本朝将军！拖出去，给徐将军偿命！我没有，长公主，请长公主明察。太子驾到！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这阵图，这是哪儿？大姐姐，是你救了我。嘘，你看这石壁上似乎是阵图，也许出路就在这阵图里。这里好黑，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？别害怕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出路。
这有点像父皇教我的四兽阵。姑姑，请恕宋姑娘的阵图值而认得。什么？姑姑，宋姑娘肯定没说谎，这残图可能真被她还原了。怎么可能？连徐将军都还原不了，宋云兰怎么可能还原出来？玉儿，你怎么会如此确定啊？姑姑，本宫年幼时曾流落民间，曾见过一阵图，那时便觉得像是四兽阵。如今细想，竟与宋姑娘的阵图如出无二，所以儿臣才能下此定论。鬼丫头，你这幅图到底有什么精妙？我给了一个姓许的将军，他可对我千恩万谢呢。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所有的巧合，不过都是蓄谋已久。太子殿下，欢迎入去。玉儿说的可是真的？姑姑请看，这阵图四角分别是风、云、天、地，四兽在此阵脚下如有神助。况且刚才宋姑娘在徐将军的攻势下，并未落入下风。徐将军忽然昏厥，也许是太过激动导致的。若是判下冤假错案，岂不是白白误了一条性命？那玉儿的意思是？侄儿以为，应当立刻传太医救治徐将军。太子一向惜字如金，今日怎会为一个阵图大费口舌？莫非太子对宋云兰有意？不行，太子妃这位只能是我的。长公主殿下，无论阵图真假，这宋云兰确实有谋害徐将军之嫌。我看不如先将其先行关押，若是徐将军有个三长两短，也可立即对宋云兰行刑，对徐将军也算是有个交代。赵钱那个贱人，居然如此步步紧逼。本宫一直以为赵家乃是名门世家，竟没想到教出赵小姐这般冷血无情之人。太子殿下，您误会我了。一切以长公主定夺。太子所言也不无道理，这阵图是真是假，先行不论，当务之急先救人。来人，把徐将军送去太医院。且慢，徐将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是不是这阵图有问题？宋小姐，之前徐某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徐将军，这到底是什么事啊？回禀长公主殿下，方才我虽一时昏迷，但意识还算清醒，周遭的一切我听得真真切切，确实如太子所说，宋小姐这阵图恐怕才是完整的四兽阵，着实令人惊奇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徐将军，你要不要再看看？万一看错了呢？太子跟徐将军都已经确认了，难道姐姐是在质疑太子与徐将军吗？妹妹误会了，姐姐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若真还原了这阵图，徐将军，您如此稳重之人，应当欣喜才是，为何突然气急攻心，吐血晕倒呢？还望将军解惑，好答我满腹的疑问。哼，罢了，本将军也不怕今天诸位见笑。在得到此阵图时，我曾潜心研究数日，本以为今生没有机会再见到完整版的阵图了，没想到今日得以成全，一时兴奋才昏厥过去，属实惭愧。那这么说，倒是我误会宋小姐了。看来宋小姐当真是京城第一贵女，当真让人刮目相看。看来今日翘楚已经出来了。今日比试结果已出，魁首乃是永安侯府大小姐宋云兰，赐明月霜。不知这永安侯府如何教的规矩？这明月霜乃是长公主为大小姐添的彩头，与你何干呢？还不快物归原主！是。
大小姐，此乃长公主所赠，你可拿好了，切不可被别有用心之人给拿去。多谢公公提点，以后我会多加管教胞妹的。不愧是乡下来的粗野村妇，真是难登大雅之堂。宋云兰，被人当众羞辱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放心，这只是个开始而已。既然今日魁首已出，那我也就不献丑了，还望长公主恕罪，臣女先行告退。且慢，怎么，妹妹还有才艺没展示吗？刚才姐姐与我当着长公主的面立下赌约，不知道可还算数？哼，自然算数。既然算数的话，那刚才这幅画已经多亏，不知姐姐何时兑现赌约，将胭脂铺转赠于我，还是说姐姐心疼了？你小小胭脂铺罢了，我怎会心疼？今日我便差人送到福州。不愧是京城第一贵女，爽快！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能从我手上抢走东西，姑且让你得意2天。你放心，这铺子早晚有一天会回到我的手里，包括太子妃之位。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既然今日胜负已分，赌注也已经交付，今天的游园会就暂时告一段落吧。本宫也已经累了，先去歇一歇。晚宴的时候，你们再派人请本宫吧。恭送长公主。你跟我过来。宋小姐，你到底是不是当年救我之人？你什么破面纱，堵得我透不过气来。也就像是你这种身份低微，生来就跟任人驱使的奴隶才会用这么不入流的东西。还有上官剑跟赵晴2个贱人，居然敢当众侮辱我！你，大小姐，这里是公主府，咱们还是收敛一点吧。等日后我当上太子妃，定要拔了他们的舌头，以报今日之仇。还有你那个阵图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个粗鄙不堪的婢女，还能看得懂兵法？回大小姐的话，那真都是我有一次在集市中偶然所得，其实不过是想剑走偏锋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竟误打误撞复原了此图。真的就这么简单？是奴婢运气好。若大小姐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集市上打听打听，或许当时那个小贩都还并未离开。算了，料你也不敢骗我。果然，褪去永安侯府大小姐的光环，你也不过是个狂妄自大的蠢货。我倒要看看，等你失去这个光环，还能不能像现在一样威风。对了，一会儿的宴席上，你给我好好表现，不许再整出什么幺蛾子来，坚决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，不然的话，你应该清楚什么后果吧？奴婢谨记大小姐教诲，定不负大小姐所托。算你识趣。宋大小姐，宋大小姐，就算这面纱再美，现在上不得台面的人也是你，不是我。大小姐，你快点带吧，来不及了。宋小姐，宋小姐，晚宴已经备好，还请您一步。有劳公公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好个没规矩的丫头！长公主请的是大小姐，与你何干？你还想凑这个热闹不成？大小姐，您这胞妹与您相差甚远，回头麻烦请一位教习姑姑严加管教。若日后丢了永安侯府的脸，那就不好。公公教训的是，等我回去后一定严加管教。请吧，还劳烦公公引路。那是自然。一人共长消瘦，才高鬓泪难流。
宋小姐，这边请。无语随可透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没想到当年那个小不点，长大了居然如此丰神俊朗，不愧是京城各大贵女的意中人。可看够了？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今日是家宴，无需拘谨，入座。不行，萧锦衣最痛恨心机之人，若是我现在倒在他怀里，他定是要误会我是故意为之。有趣！大胆！这是哪个宫的宫女儿？做事怎么毛手毛脚的？太子殿下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你冲撞的人是宋小姐，该不该饶你，她说了算。求宋姐姐开恩。太子殿下，臣女只是有点扭到了脚，并无大碍。哼，你先退下去吧。还不快谢宋小姐开恩！谢宋小姐开恩，谢太子殿下开恩。刚才做的不错。长公主赏你的。谢长公主。传闻这永安侯府的大小姐，表面温婉，背地里却是嚣张跋扈。今日一见，却礼数周全，可见传闻不一定真。若这宋云兰品行端正，倒与玉儿也不失为一对良配。去吧。给太子殿下请安。长公主今日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席今晚的晚宴，特意嘱咐您二位不必拘束，尽情尽兴才好。有劳姑姑了。宋小姐客气了。本宫素闻宋姑娘芳名，作为京城第一贵女，才名远扬。本宫没想到宋姑娘对阵法还有阵图，竟然都有如此高的造诣。看来太子殿下对那个阵图很是看重呢。不错。怎么了？太子殿下恕罪，只是臣女看到这个木耳，便想起幼年时一个朋友，他最讨厌吃这种软塌塌的食物，说吃起来像吃鼻涕。臣女便笑他，难不成你吃过鼻涕？这明明是我与大姐姐之间的对话，难不成你那个玩伴还讨厌什么？他呀，他最讨厌被打屁股。小时候他淘气，婆婆就老打他的屁股，疼得他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，特别好玩。怎么这么丢人的事情都记得？太子殿下，您说什么？没事。宋小姐，尝尝我们这个汤，这是我们御膳房的御厨啊，为了今天的晚宴特地配的方子。宋小姐说的全都是我与大姐姐的往事，莫非她真的就是当年的？还请您赏个脸，评评好坏。既然说这是新方子，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宋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宋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穿太医！太医，穿太医！回禀殿下，宋小姐只是隐疹发作，此病症与普通疹子不同，极为特殊，只要食用鱼类便可复发。不过殿下无需忧心，此症虽易反复，但只要避开诱因，加以调养，便无大碍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银枕。毒婆婆，姐姐是怎么了？姐姐呀，这是银枕发作了。什么是银枕？哎呀，就是不能吃鱼，一吃鱼呀就浑身痒。那你还背着我吃鱼，看来还是不够难受。哎呀，知道错了，再也不吃鱼了。他先是识得当年的阵图，又正好有银枕，莫非他真的是？太子殿下本宫那里正好有治疗银枕的好药，等晚些时候派人给你送过去。那就有劳太子殿下了。我在府中也珍藏了一些青梅酒，若殿下感兴趣的话，叫人一并取了去。好，那就提前谢谢宋姑娘。不必如此拘谨。今日多怪我贪嘴，如今这样，怕是不能参加长公主的晚宴了。臣女便先行告退了。怎么了？肯定是刚才那小妮子害得宋姑娘崴了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喂，用本宫的布辇送宋小姐回去。是。你个贱人说，晚宴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坐着太子的步辇回来？你是不是勾引太子殿下了？奴婢不敢，奴婢笨拙，我不小心崴了脚，所以太子殿下才会命人用他的步辇将奴婢送回。崴了脚？你怎么早不崴晚不崴，偏偏在晚宴的时候崴脚？就算是崴了脚，为何太子殿下会对你这般特殊？我看是不是你这小姐天子不安分了吧？奴婢与太子殿下如隔天亲，奴婢不敢不安分。只是因为奴婢与小姐容貌相似，才会让太子殿下生出恻隐之心。也是，即便是你今日出尽了风头，你不过也是一个贱婢，怎么能跟本小姐相提并论？太子对你有如此殊荣，不过是仗着你这张与本小姐十分相似的脸，才会让太子殿下心生几分恻隐之心。小姐说的是，奴婢出身卑微，在小姐面前不过是萤火之光，小姐您才是皎皎白月。算你有几分自知之明。将今日长公主赏赐的明月霜交出来。这明月霜可是皇室贡品，能保容颜永驻，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大小姐，你用了这明月霜，往后那些京城贵女们就更比不上大小姐您啦。那些贱人不过是仰仗着家里的势力，不然跟我提鞋都不配。是，哼，算你这个贱婢还有点东西。能为大小姐效劳，是我们奴婢的荣幸。这明月霜光是用在脸上怪可惜的，若是能补在身体的部位，更能让肌肤亮白如雪。说的有道理。这明月霜不愧是皇室贡品，美容养颜的效果真是当世罕见。谁允许你笑的？我允许你笑了吗？你今日与太子殿下共进晚宴的时候，也是笑得这样勾人吗？瞧瞧你这副狐媚的样子，浑身都散发着勾人的骚气，简直比那些青楼里的妓女还不堪。也不晓得你那个娘是什么样的伤风败俗的货色，才会生出你这么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整日就知道在男人面前散发骚气。大小姐，你可算是瞧明白了，看她那个放荡劲儿，一看她娘就不是什么正经人，说不定啊就来自哪个花街柳巷。她呀，就是她娘和那些不三不四的恩客无美苟合生下来的贱坯子，天生一副狐媚骨头。惜春，你说的还真有可能。我娘她不是妓女。你
贱人，居然还敢顶嘴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想找死！也不撒泡尿，好好照着自己是什么东西！一个贱婢，当真我就不敢收拾你。你不要以为你长了这张与本小姐十分相似的脸就可以有恃无恐，在这侯府里，只要我动动手指，就可以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瞧瞧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你不是一向机灵吗？猜猜看，我准备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奴婢愚昧，奴婢不知。我听闻前朝有一种专门折磨犯人的刑法，特别管用，那就是用竹签一根一根的插进犯人的脚趾，然后只需要轻轻一拧，犯人便疼痛难忍。若是不小心手里的力道重了些，竹签再插得深了些，犯人的脚趾便变成一团烂肉。哼，你怕什么？本小姐只不过是跟你闲聊一些前朝旧事罢了。不过本小姐很好奇，这竹签插进人的脚趾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既然你今天这么不懂事，那我便拿你试验试验，看看这招是否真如传闻中这般好使，如何？大小姐饶命！大小姐饶命！我就是拿你试试，又不会伤了你的性命。大小姐，若是我受伤了，奴婢就没办法为小姐效命了，求小姐三思啊！这刑罚的厉害之处就在于，即便是你每个脚趾都插进竹签，可一旦穿上鞋，就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之后你走的每一步路，都是生不如死。这就是你反抗我的下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太子到！还愣着干嘛？带下去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誓言承诺在水天之间，回头看，不曾走远。太子殿下，你人这是在干什么？臣女听闻用竹签磨成粉末，加入调香中有安神的作用，所以想试试传闻中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没想到宋小姐对香料也这么感兴趣。只不过是女儿家的小玩意儿罢了，殿下就不要取笑臣女了。不知殿下突然造访，所为何事？啊，本来想派人将此药送来，但今日闲来无事，便拜访永安侯府，没有打扰宋小姐吧？没有没有，谢太子殿下赐药。只是这个药膏的功效是……你的胳膊怎么回事？胳膊？昨日你胳膊上布满了红疹，为何今日突然就好了？苏婉晴那个贱人也没说什么红疹啊。殿下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本宫不可能记错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禀殿下，臣女昨日回来，便用了长公主赏赐的明月霜。这明月霜不仅有美容养颜的功效，没想到竟能把臣女胳膊上的红疹治好。不愧是出自公主府的物件，倒是与旁不同。这般看来，这明月霜确实效用不凡。明日我便差人再送些过来，给宋小姐接着用，想来定能助宋小姐早日恢复。臣女谢太子殿下。今日桂花盛开，美人美景，倒是让人流连忘返啊！不知宋小姐有没有兴趣与本宫共饮一杯啊？当然愿意，能与太子殿下共饮是臣女的荣幸。那就有劳太子殿下先在花厅等待，臣女去就来。那就叨扰宋小姐了。念下照顾好太子殿下。
晚宴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太子殿下会专门给你送药？你是不是勾引太子殿下了？奴婢不敢。你不敢？我看你敢得很。说，又是怎么回事？手臂又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当着太子的面穿着暴露勾引太子了？来人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小姐，我胳膊满是红疹，顶着这副样子，我怎么可能会勾引太子殿下？还敢自逼！你若是没有使出什么狐媚子手段，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为何巴巴的专门给你送药？大小姐，这是太子殿下心疼你才给你送的药。奴婢生来低贱，就算浑身快乐发臭，太子殿下都不会是生的半眼。殿下对我上伤心，不过是因为我这张脸有几分像您罢了。殿下送药邀引，惦记的都是小姐您啊。奴婢不过是个替身，借了小姐的光，才得到了这片刻的丈夫。大小姐千万不要误会。算你识趣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爹没娘、孤苦伶仃的贱婢而已。太子殿下肯给你赠药，还不是看在我这张脸的份上？大小姐说的都对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胆敢勾引太子殿下，本小姐就会像今天这样，让你沦为比妓子还要低贱100倍的东西。勾引，能吸引太子殿下几分目光的，可不仅仅是一张好看的脸。这张脸不过是我靠近太子的手段而已。太子殿下，能与殿下共进美食，不知道是天底下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事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诗，殿下念的肯定是一首好诗。今日本宫兴致尤深，不如以宋小姐的云字为令，玩一场飞花令。宋小姐意下如何？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小星辰。该你了，宋小姐。啊，我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府上还有几瓶珍藏的美酒，我拿来给殿下助助兴。殿下，你便留在此处，千万不要怠慢了太子殿下。是。快，太子殿下还在等着我和他一起对飞花令呢，收拾好赶紧过去。太子殿下说的什么飞花令？吟的什么诗啊？什么云什么烟，快收拾好，你赶紧过去。哦，珍惜你现在有着气势的时候啊，接下来我会让你痛不欲生。她真的是大姐姐吗？为什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觉？可若真的是，她又怎么会为一个小小的飞花令难住我，还要借故离开？白云一片去悠悠，清风浦上不胜愁。平分秋色一轮满，长伴云横千里明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宋小姐通晓兵法，连飞花令也不在话下。那方才为何要故意找借口离开？难道是在戏耍本宫不成？太子殿下，您真是冤枉臣女了。臣女真的只是为了取酒助兴。哦，
殿下这般冤枉臣女，不自罚一杯，说不过去了。只要是宋小姐倒的酒，不管多少，本宫都甘之如饴。这酒里加了南疆蛇莓。云南，你真的是当年的大姐姐吗？啊！好你个贱人，果然背着我，偷偷勾引太子殿下了。我要让你知道，跟我抢太子殿下的后果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了？啊，哦，是本宫失态了。你这酒里是否加了南疆蛇莓？没错，殿下当真是厉害。这是臣女特意从南疆运过来的蛇莓，以此入酒，不知是否合殿下心意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宋小姐像她又不像她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巧合？如果是她，又为何不跟我相认呢？太子殿下，本宫年幼时曾与为故人，经常采集着蛇莓，今日忽然尝到熟悉的味道，故此失态，还望宋小姐莫怪。原来当年那些往事，他都还记得。想必那位故人在太子心里肯定不一般，所以太子才如此记挂。她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、最善良的女子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本宫就便先行离开了。今日多有打扰，还望宋小姐谅解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原以为我在他心中不过是个救命恩人，却没想到其中还包含着这么多的感情。难道是我太迟钝了吗？这不是太子殿下的手帕吗？认不清自己的地位，妄想凭借一些机缘攀上高枝，可是会害了自己的性命。娘，今天是您的忌日，女儿不孝，至今未能将那些戕害您的凶手一一惩处。不过您放心，当年陷害过、伤害过您的人，女儿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女儿绝对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一场好戏要开场了。大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你？大小姐，奴婢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。还在装傻？太子殿下前日不是将手帕丢失，整个侯府都没找到，一定是你这个贱婢私藏手帕，想要爬上太子殿下的床。大小姐明鉴，奴婢绝对不敢做对不起大小姐的事情。贼喊捉贼，我见的可多了，是不是你偷的？我一搜便知。来人，给我搜！是啊，就应该狠狠地搜。你在笑什么？哦，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已经死到临头了呀？大小姐，奴婢知道太子殿下手帕如今所在何处，也知道是谁私藏了太子殿下的手帕，但不知该不该讲。说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耍花招。那个人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大小姐，冤枉啊！奴婢绝对没有做出这种胆大包天之事，一定是这个贱婢想给奴婢泼脏水，竟然敢冤枉我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殿下，若你现在承认，大小姐宅心仁厚，或许还能放你一条生路。若你被人赃并获，恐怕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。休要在大小姐面前胡说！既然你还不承认，那我就亲自搜。大小姐，你看，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是这样，大小姐，奴婢是冤枉的，奴婢也不知道殿下的手帕怎么会在我这里。果真是太子殿下的手帕。这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狗奴才！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你竟敢背着我，惦记我的男人，难不成想找死？奴婢是冤枉的，
冤枉！大小姐，请您一定要相信我，奴婢对大小姐忠心耿耿，奴婢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怎么可能做出背叛您的事情？狗急了还会咬人呢，更何况你这种出身卑微的贱婢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的卖身契给我找出来，速速卖给伢子，给我挑京城恩客最多的青楼，把它卖进去。是。大小姐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大小姐。我说过，谁要是敢背叛我，对太子殿下图谋不轨，我定要让他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念下便是最好的前车之鉴。宋云兰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大小姐，这纵火可是大罪，要是给夫人知道了，她会打死我的。你怕什么？火是我让你放的，要罚也是罚我罢了。苏婉晴那个贱人，必定以为她要替我嫁给将军府，便以为我不敢动她，所以那日居然顶着这张与我十分相似的脸去勾引太子。今日我便让他知道，太子殿下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但是大小姐，若苏婉晴她死了，将军府那边怎么交代呀？所以啊，我让你放。要是苏婉晴那个贱人死了，那正好与将军府取消婚约。毕竟将军府也不会娶一个死人回府吧？太子殿下只能属于我一个人，所有敢打太子殿下主意的人都得死！我倒是要看看，你亲自点的火，能不能把你也烧成灰。来人呐！走水了！来人救火！来人呐！来人救火！赶紧的，手脚都麻利些！还好不救的及时，真是个倒霉星！好好的院子怎么会突然遭水呢？等火灭了，我非让这个丧门星好看！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那个丧门星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，说不准啊，已经被他自己克死了。夫人，救命！这个贱种居然这么命硬，放我烧都死不了。夫人，救我！人没事就好。大小姐，我知道您一直不喜欢我，您想一把火给我烧了。但是太子殿下的佩剑还在春竹郡，要是佩剑被毁，咱们整个侯府恐怕都担待不起啊！什么？你说谁的佩剑在里面？太子殿下的佩剑。太子殿下的佩剑怎么会在你那里？太子殿下，何事？臣女看到您佩剑上少了一枚剑穗，若殿下不嫌弃的话，就让臣女为您做一个剑穗吧。那就有劳宋姑娘了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太子的佩剑在你那里？这可怎么办啊？手真是你放的！娘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你干什么？大小姐，您说这火不是您纵的，那这火折子有错何谁让你拿我东西的？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！太子佩剑乃是御赐，若因损坏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整个侯府都要跟着遭殃。你真是个惹事精，居然敢惹出这种滔天大祸！娘，我不知道太子殿下的佩剑会在春竹区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不会放火的。禀告侯夫人，太子殿下的佩剑找到了，完好无损。身为侯府大小姐，居然敢在府内纵火，看来真是被我宠坏了。既然如此，该好好的学学规矩了。娘，来人，将大小姐押下去，关进祠堂思过5日。从明天开始，重新修整春竹居，所有费用从大小姐月银里面扣。娘，我错了，我不会再犯了，我不敢了，娘。
跟我斗？二小姐，怎么样，得手了吗？跟我去趁主角。宋云兰可真是帮了我个大忙，有了这账本，侯夫人恐怕也要沦为阶下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侯夫人早就知道我要偷账本，所以提前调换了？侯夫人做事滴水不漏，恐怕真正的账本并不在她房内。但由此可见，侯夫人确有一个账本。只要我们找到那个账本，那些年她所做的恶事也同样会公之于众。幸运，谢谢你愿意帮我。谁让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？很好，敢算计到我头上，也不看看自己有几个脑袋！你们第一次到我府上来，我就对你们出了一堆考题，想来终归是有些失礼。晚宴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上好的酒菜，算是我给大家赔个不是，大家随便就好。长公主哪里的话，能得您考教，是我们大家之幸。是啊，要说失礼的话，恐怕宋家姐妹才该赔不是吧？老大把徐将军气倒了，老二更是一点礼数都不懂。赵晴，哎呀，妹妹是言了吗？听说姐姐不是被关了5日禁闭吗？怎的脾气还是这么厉害？禁闭？是啊，听说前几日永安侯府走水，烧的刚好是宋家2小姐的房间，所以才被关了禁闭。我说云兰呐，你这度量未免也太小了些吧？最近天干走水是常事。太子殿下心中果然有我。这云兰的感觉为何跟那日相差甚远？想必诸位小姐也聊渴了吧？来尝尝我酿的蜜水。宋二小姐，怎么？你这是不给长公主面子吗？一个流落在外的2小姐罢了，没机会整她姐姐，给你教一教规矩也好。赶紧找个借口滚出去，别在我身旁晃，一会儿太子还如何找我说贴心话？长公主恕罪，前几日闹得我实在心惊。这屋子里人多，小女子想出去透口气。去吧。姑姑，我先下去一下。好。宋小姐，那日之后，银枕可有再翻？银枕啊，托长公主的福，用了明月霜之后，不曾再犯。今日可莫要再贪嘴了。今日的云兰怎么这么陌生？长公主的水，不对，是赵晴答应了。宋小姐，不知为何，本宫总觉得和您一见如故。殿下进去，小臣你了。我们是在长公主的宴会上初识，难不成臣女与殿下在梦中也曾相见？宋小姐倒是风趣。来，我与殿下共饮一杯。难不成那阵图还有第2人懂吗？殿下，殿下常年出兵在外，自己可要照顾好自己。殿下这次回来，想必不用在国军旅生活了吧？陛下将您调回来，定是有重要决断。宋小姐，不可妄议朝政。是，云兰多嘴了，
只是小女子还有一个问题，殿下可有心仪的女子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有一头戴面纱的女子晕倒了。戴着面纱，莫非是宋二小姐？殿下，这天底下戴面纱的女子多如繁星，仅凭这一点，也未必就是我妹妹。我们正聊着要事，莫要因不明不白的事儿耽搁了，还是继续聊我们的吧。本宫往日里觉得宋小姐心怀人善，今日这般情形，属实让本宫有些诧异。难不成是之前误会了你？太子殿下，我好不容易跟太子殿下说了几句话，这下可好，全被那个贱婢毁了。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宋二小姐，宋二小姐，宋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难道……不可！太子殿下，这面纱摘不得。宋小姐，你这是……太子殿下，我这胞妹生性内向，一直不愿以真面目示人，还望太子殿下多多体谅。今日小女子一直心慌，刚才见了只大猫，吓到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慌乱之中，幸得殿下及时相救。如今臣女已无大碍，在此多谢太子殿下救命之恩。惊吓，分明是中毒，而且这声音……喂，宋二小姐身体可有不适？本宫已经宣了太医，不如一步去看看。今日长公主美意已然被臣女搅扰，臣女心中已是愧疚万分，实在不敢再多加叨扰殿下了。对，殿下，您瞧，既然胞妹已经没事了，那我先带她下去休息，也好让她平复平复。等一下！不可！胞妹相貌丑陋，一时惊扰了太子殿下，还望太子殿下体谅。宋二小姐，你的脸……她……回太子殿下，臣女自小流落在外，吃了不少苦头，容貌更是无法与姐姐相媲美，让太子殿下见笑了。无碍，倒是本宫一时失了神，撤下了二小姐的面纱，还望二小姐海涵。今日多谢太子殿下救命之恩。你这个贱婢，知不知道你今天闯了多大的祸？中毒晕倒，还是在我跟太子聊天的时候。你莫不是想跟我抢太子殿下？回大小姐的话，奴婢今日喝了赵琴递过来的水，便十分不适，呼吸难受。万万没想到，竟打扰大小姐与殿下，请大小姐明察。难道你想说我是冤枉你不成？奴婢不敢奢求与太子殿下有任何接触。不敢，我看你敢得很。我让你勾引太子殿下，我让你呼吸困难，让你跟我抢。奴婢知道错，请大小姐饶命。你们瞧瞧他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可真让人心疼啊！你就是用这副狐媚的样子勾引太子殿下吧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与太子殿下云泥之别，太子殿下与大小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奴婢不敢造次。现在知道求饶了，别以为我没有看到太子殿下看你的眼神。你一个贱婢有什么好的？哪怕是倒了地，太子殿下都愿意抛下我，选择去救你。今日说几句好话，想必是骗不过他，看来还得搬出孝景衣不成。大小姐，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不应该发出任何声音的。若大小姐执意将奴婢处死，奴婢毫无怨言。在奴婢死之前，要完成大小姐与太子之间的约定。我和太子之间的约定？什么约定？太子殿下曾说，他的佩剑虽然锋利，
可却独独少了枚剑穗，便嘱托我缝枚剑穗挂在佩剑之上。今日大小姐若执意处死奴婢，奴婢毫无怨言，只求能为大小姐与太子殿下结下这剑穗的缘分。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回大小姐，之前春竹居失火，奴婢一时心慌，便将此事忘记了。这么重要的事你都能忘记，你是存心想让我和太子殿下心生嫌隙吧？奴婢不敢。若是这贱婢说的是真的，不如先留着剑币。若是那剑穗哄得太子殿下高兴，对我来说也是个好事。算了，今日算您命大，记着是太子殿下的剑穗救我。若是这件事出了什么差池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奴婢谢大小姐，大小姐宅心仁厚，必定会与太子殿下喜结良缘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这条贱命是我给的，我想让你生你便生，我想让你死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今日之事，我不想看到第二遍。奴婢请求大小姐教诲。今日之辱，来日我定加倍还之。太子殿下可是为宋二小姐中毒一事纷扰？是，也不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本宫总感觉宋小姐有些奇怪。奴才倒是不明白殿下的意思。本宫一直以为宋小姐是多年前的故人，但那种熟悉的感觉总是若有若无，让本宫一时难以确认。之前虽与宋小姐接触不深，但本宫可以断定，她并不是那般嚣张跋扈之人。可上次在长公主的府上，她又是那般的咄咄逼人、嚣张跋扈，好像两个人似的。倒是一件奇事。宋家二小姐也有些古怪，本宫从未与她有过交集，但却在她身上看到故人的影子，导致本宫差点认错人。两位小姐乃是姐妹，有相似之处也是情理之中。若是如殿下所言，恐怕这两姐妹身上真的有古怪也说不定。殿下，永安侯府两位小姐前来拜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臣女拜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如此拘谨，起来吧。殿下看看，这是臣女专门为殿下绣的剑穗，不知殿下可喜欢？这花乃是南疆特色，若非亲眼目睹，绝无可能画出。你到底是谁？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我是云兰啊，永安侯府大小姐。殿下，您忘了吗？本宫当然知道你是永安侯府大小姐，可这剑穗上的花，你作何解释？花？这花乃是南疆特色，京城之人绝不可能知道。你又是从何得知的？这个嘛，天底下的花虽然品种不一样，但是长相都大同小异，说不定只是长得像而已。绝非可能。本宫自幼在南疆长大，绝不可能认错，除非这剑穗并非出自你手。殿下，您真的是误会了，这剑穗确确实实出自臣女之手，只是这花，这花。姐姐，你以前去南疆学习调香时，肯定见过此花，只是时间久远，可能忘记了。我什么时候去过那？妹妹说的有道理，可能是我之前学习调香的时候见过，只是忘了花的名字。本宫上次听闻宋小姐不说幼时没有去过南疆。这姐姐有可能是记错了啊，对，可能是我记错时间了。那之前为何没听你提起过？姐姐一直教导我，出门要保持谦逊，切勿太过张扬，所以姐姐应该是不想太过高调，才没有主动提起。对，京城人才济济，臣女实在是不敢张扬。看来之前是我多虑了。
宋小姐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大姐姐。那殿下可喜欢这剑穗？只要是你亲手做的东西，我都喜欢。既然殿下喜欢，那臣女就放心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臣女和妹妹就先告退了。好，只不过是一个剑穗而已，难道我在他心中真的这么重要？我让你调查的事情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禀告殿下，之前的确有传闻说永安侯府内有人去过南疆，只是具体现在还无从考证。无从考证，一是因为时间久远，二则是因为永安侯府内有人做了准备，为了防止被人调查。不过是去了一趟南疆而已，还不至于让永安侯府如此兴师动众的隐瞒。但若是闺中有未出阁的小姐前往南疆，那倒是值得如此大费周章。况且这上面的味道具有安神作用，与当年大姐姐为我疗伤时的药味一模一样。如今又确定永安侯府确实去过南疆，看来大姐姐的身份已经可以确认了。行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当年我身陷重围，身受重伤，是大姐姐把我所救，我当时便立誓，这辈子非你不娶。如今再次重逢，我想，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恩赏。哎，看殿下这满面春风的模样，看得老奴我呀，还以为是春天的花儿开了。有吗？你来的正好。今日你便陪我一同入宫，我要向父皇禀报，定下太子妃的人选。侯夫人狡兔三窟，必定将账本放在极其隐秘的地方。既然咱们自己找不到，不如让侯夫人自己将账本找出来。让侯夫人自己拿出账本，这怎么可能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想办法引开护卫，府中进贼，侯夫人必定担心账本出现问题。到时候你只需要藏在暗中，看清账本所藏之处，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。这能行吗？啊！有刺客，赶紧追！不好了，夫人，侯府进贼了！赶紧通知侍卫抓住那个小贼！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偷到我永安侯府头上！是，辽府在。夫人，快去看看我的账本！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放回去吧。哎。把账本再拿回来。哦。夫人，您这是？我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从明天开始，这账本便由你贴身保管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这账本的秘密都不能被别人知道，否则……老奴明白。春竹居，没想到是这么不安分的，哼！怎么样了？找到了。宋婉清，你真的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夜闹侯府！大小姐，奴婢没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听不明白？刚才侯府闹的贼就是你吧？我们侯府好心收养你，却没想到你是这么个祸害，搅得我们侯府家宅不宁。奴婢参见侯夫人，奴婢没懂大小姐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今晚奴婢一直都在春竹居，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何事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整个侯府就你一个外人，能有什么误会？不如大小姐好好搜查一番，若是有什么不该有的，
奴婢愿以死谢罪。若是毫无证据，奴婢还希望大小姐能还奴婢一个清白。我还能冤枉你不成？哼！你什么档次？居然敢跟我穿一样的衣服！夫人，大小姐刚才已经彻底搜查过了，是否能还奴婢一个清白？清白？哼！到底是谁？奴婢身份有很多种，不知道侯夫人问的是哪一个？你是谁不重要，我能让你生，便能让你死。夫人，宫里的公公带圣旨来了，马上就到府门口了。哼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接圣旨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乾坤定位，阴阳合德，家国之兴，内助为要。宋云兰出身名门，温婉端方，贤孝之名远播，恭顺之德昭彰。特册立宋云兰为太子妃，于3日后及时举行订婚仪式，望其与太子同心同德，举案齐眉，协理东宫诸事，共襄皇室之盛，布告天下，贤士闻之，钦此。臣女宋云兰接陛下隆恩，定不负陛下所望，谨遵圣谕，福泽万民。永安府的侯爷夫人，快请起。多谢公公。侯爷放心，我后主永安侯府那可是前途无量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。哪里，这以后啊，还要多劳烦公公在陛下和太子跟前多多美言，替我侯府添些福泽，侯府上下必定感恩戴德呀。这旨意也顺利传到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咱家就先告辞，就不耽误侯爷办正事了。好，公公慢走啊！从今日起，直到兰儿成为太子妃之前，侯府上下不允许出现任何幺蛾子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娘，我终于要当上太子妃了。苏婉晴这个祸害，留着早晚会出事。如今侯爷发话，我不能亲手除掉他，也断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侯府。凡是敢坏我事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一个都不能留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你明日将这香膏送到春竹居，就说是管家给的。记住了。这香膏宝贵，除了春竹居那位，其他人都不许碰。是。娘，为什么不将那个贱人一条白绫勒死，或者是一刀抹了脖子？又简单还省事。你如此行事作风，我怎么放心让你嫁给太子？苏婉晴怎么说也是与将军府有婚约在身，你如此处置，怎么向将军府交代？娘教训的是。兰儿，以后你就是太子妃了，后宫诡谲风云，娘再怎么有心，也难时刻护你周全。往后凡事都要多留个心眼儿，步步谨慎，方能稳坐后位。娘，那不是一切还有您吗？女儿知道，无论女儿做什么事，娘都会给女儿兜底的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为娘能做的，就是为你多做打算。是。娘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银票跟房契？这些都是娘这么多年的苦心筹谋，为你攒的积蓄。兰儿，女人这一辈子，金银钱财便是立身之本，
没了这些傍身，到哪儿都会矮人一截。你从小被娘捧在手心里长大，以后进了东宫，上下打点都离不了钱。这些就是娘给你的底气，你且收好了。娘，你对女儿真好，女儿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，让你享尽荣华富贵。那个苏婉晴，既然她偏要作死，我便成全她，能让她死在侯府，也是她的福气。苏婉晴，谢川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你是真当我乐意来你这个破院子？这香膏是管家特意让我拿来给你的。香膏？给我的？那可不嘛，明日便是太子殿下和大小姐的订婚大礼。怎么说，你也是府里的挂名二小姐，要是太寒碜，丢的可是咱宋府的颜面。管家千叮万嘱，这香膏价值连城，是个稀罕玩意儿，独独赏你一人使，也不知道你走了什么运。管家当真这般说？这还能有假呀？还不是你长了一张和大小姐一样的脸，要不然以你这种低贱的身份，怎么使得上这么好的香膏？做梦去吧！赶紧拿去。哼。对了，明日府中上下为订婚宴，那可是忙得脚不沾地，你可别想偷懒。待会儿去把府中打扫干净，要是敢偷奸耍滑，有你好看的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哼，好香啊！这是什么香味？我从来都没有闻到过。奇香粉，这可是南疆特有的毒药，只需沾染一点，毒性就能从皮肤渗透到内里，让人顷刻间皮肤溃烂暴毙而亡，真是好歹毒的手段。星宇，你帮我把这香膏好生看管起来，切莫让别人用了。您说的对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一定好好放起来。我把它放在枕头边上，一定丢不了。不愧是管家嘱托送过来的东西，确实名贵。明日就是太子殿下与大小姐的订婚宴了，到时候我必然会好好用上这香膏的。还放在枕头边上，当谁没见过香膏似的。要是我能用上那上等香膏，我也不比你们谁差。哼。二小姐，管家是夫人的人，他给的东西就算再好，我们也绝对不能用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用的。那你刚才是？我若不是这般表演，猎物怎么会上钩呢？明日就是太子殿下与宋玉兰的订婚宴，那老狐狸选择在今日动手，便是铁了心的要将我除之而后快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随了他的心愿。他们不是最在乎订婚宴吗？那我便毁了这订婚宴。我明白了，娘，我终于有机会给您报仇了。兰儿，娘，你可算来了，快瞧瞧女儿今天这身装扮如何啊？这料子可是宫里御赐的，那太子殿下特意吩咐，按照我的尺寸做了这么一身衣裳。你呀，就知道臭美，一等一的大事都忘了。订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春竹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娘，你放心吧，您的奇香粉不是南疆奇毒吗？一旦接触皮肤，就能让人浑身溃烂暴毙而亡。那么强的毒性，就算给苏婉晴那个贱婢9条命，也绝无生还的可能。但是没有亲眼见到她的尸体，我这心里总是放心不下。你和太子殿下的订婚宴是咱们永安侯府最大的事，娘绝对不能让宴席出任何差错。刘福，夫人，你去春竹居一趟，照计划行事。是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到了，咱们去迎宾吧。好。还真把自己当二小姐了，日上3根还不起。等不及你用那香膏了，还是让我送你一程吧。
那日钱财替人消灾，是夫人让我来取你性命，对不住了，我会找块风水宝地把你埋了的。小姐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宋小姐荣登太子妃之位。宋小姐才情出众，温婉贤淑，与太子殿下实乃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此后入主东宫，定能母仪天下，与太子殿下携手开创盛世。是啊，侯府德望兼备，大小姐更是才貌双全。太子殿下仪表堂堂，睿智非凡，这门亲事呀，必定是珠联璧合。承蒙诸位厚爱啊！伯冗来此道贺，稍后咱们宴席，如有招待不周，还望多多包涵啊！来，太子殿下到。恭迎太子殿下。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侯爷不必如此拘谨。谢太子殿下体恤。你今日真好看，太子殿下敬起小臣女了。本宫从来不骗人，尤其是对你，你在本宫心中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女子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可以兑现当初的承诺，将太子妃之位留给你了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太子殿下，我家二小姐死了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死了？这样？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奴婢不知，还求太子殿下和侯爷一步传出去，为我家二小姐做主。不知死活的丫头，太子殿下面前哪轮得到你说话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若是坏了太子殿下的喜事，你有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侯夫人此言差矣。正是因为今日是我和云兰的订婚之日，发生命案，更要一探究竟。本宫向来听闻永安侯府清正廉明，处事果决，发生此等大事，侯爷打算坐视不管吗？殿下息怒，臣这就派人彻查。不必了，今日之事既然被本宫撞见，就算是订婚宴暂停，本宫也要一探究竟。谢太子殿下。带路。别让我查出这是你们的手笔！哼！娘，这可怎么办？无妨，他活着尚且斗不过我，死了还怕什么？走。你们二小姐平日就住在这么简陋的房间里？殿下有所不知，胞妹此前一直流浪在外，已经过惯了简朴的生活。突然间回到侯府，也不愿意过太过奢华的生活。二小姐，太子殿下，求太子殿下为我家二小姐做主。信宇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发生什么了？太子殿下，苏婉晴，你没死。那床上之人又是谁？他是谁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苏婉晴，不是让你打扫府里，为什么全都是人呢？这个贱婢又不知道跑哪儿了。好呀，我现在就去禀报夫人和大小姐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一个那么下等的奴婢，怎么配用那么好的香膏？要用，也得是我先用。我的脸！苏婉清，你到底在你的香膏里放了些什么？
你这个没爹没娘、没有家的家伙，竟然敢害我！错过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就成全你，做你的恶鬼去吧。回太子殿下，只是兰儿院里的一个丫鬟。你这逆女，你暗中嫉妒兰儿能够嫁给太子殿下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要在兰儿的订婚宴上杀人泄愤，你怎会如此丧心病狂？侯爷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帮着逆女隐瞒了。这逆女一直嫉妒兰儿能与太子殿下联姻，我原以为她只是小女儿心态，没想到她居然下此狠手。若再任由她胡闹下去，恐怕早晚会害了兰儿的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回府之后就一直嫉妒我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的手段居然如此残忍，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。逆女，虽然你之前流落在外，并不是你为非作歹、草菅人命的借口。来人，把二小姐关入祠堂，从今天开始，一步都不准离开。爹娘，我是无辜的，天下之大，唯有生死面前人人平等。惜春为奴，已是不幸，我又怎么会为了泄愤害死一条人命呢？你还在这里惺惺作态，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将他赶快拖走！且慢，二小姐既然说自己是无辜的，那你又如何证明呢？你们看，惜春的脸已经全部溃烂，很明显是中毒的迹象。身上虽然有几处刀伤，但血液并不是喷射而出，很明显是死后不到。太子殿下，你也是习武之人，肯定知道臣女所说没错。这些东西只有仵作才会知道，你又怎么可能知晓？肯定是你事先准备好的说辞。娘有所不知，女儿流落在外时便拜师学艺，略懂一点医术。太子殿下，您不要被他三言两语给骗了，现在就该将他就地关押，省得他再害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宣太医。太子殿下，微臣有重大发现。这名死者皮肤溃烂，是因为中了一种名为启香粉的毒，这是南疆特有的毒药，在京城十分罕见，一旦接触便可透入皮肤，深入骨髓，最后皮肤溃烂，毒发而亡。南疆，大姐姐擅长调香，又去过南疆，难道这毒药是大姐姐弄的？那不是二小姐的香膏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惜春皮肤溃烂，不会就是用了这香膏吧？殿下，这香膏里有大量的启香粉，这丫鬟定是用了这香膏，所以才毒发而亡。我知道了，这幕后黑手定是想谋害二小姐，不过是不小心误杀了惜春罢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这哪轮得到你一个下人胡说八道？娘，这香膏可是你身边的管家送过来的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送一盒毒香膏到我身边，究竟安的是什么心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给你送过香膏？娘大可不承认，只要把管家叫过来一问，一切便可真相大白。把管家给我带过来！只有把管家牵扯进来，账本一事才能水落石出。我便要趁着惜春的死，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。老奴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侯爷，见过夫人。我问你，你可认识这香膏？回侯爷的话，老奴认识。本宫问你，可是你在香膏里面下的毒？太子殿下，您说的有毒的香膏，老奴实在是一头雾水啊！老奴虽认得这香膏，知道它是最近京城闺阁之中最为时兴之物，那些夫人小姐对它趋之若鹜，可老奴仅仅也只是知晓罢了。老奴对侯府那是忠心耿耿，怎么可能会送二小姐香膏，还往里面下毒，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！还请太子殿下明鉴。不可能，这香膏就是你让惜春送来的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管家已然说得清清楚楚，他从未送过这香膏。我看你就是想给你家主子脱罪，胡乱攀养，竟然还想把管家拖下水，其心可诛！你们一定是商量好的。既然杏雨姑娘如此笃定，那老奴便是想要问问，岂不是逢年过节，老奴也未接到任何的指令，平白无故，老奴为何要送二小姐香膏啊？于情不合，于理也不通啊！姑娘如此咬定，
可是有真凭实据呀。我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但我敢发誓，绝无半句假话。侯爷，这小妮子决然是无稽之谈啊！老奴乃是3代家奴，自从爷爷辈进入侯府以来，便是兢兢业业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此等阿杂之事，多然与老奴无关呐！定然是有奸人栽赃陷害，还请侯爷明察秋毫，为老奴洗清冤屈，还老奴一个清白呀！侯爷，你怎么看？殿下，管家自小便在我府中做事，数十年来兢兢业业，从未出过任何差池。他对侯府也算得上忠心耿耿，平日行事更是稳健周妥，实在不应该谈上这等事情。我想应该是有所误会。那依侯爷之意，那下毒之人到底是谁啊？殿下，这事再明白不过了，肯定是妹妹心怀不轨，往西春香膏里下毒，活生生的害死了一条人命。如此看来，此事应该是兰儿所说的这般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侯府世代忠良，竟出了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女儿。殿下，众人皆知二小姐婉晴常年流落在外，也不知她在那些市井之地沾染了什么歪风邪气，居然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。我心里虽然如刀绞一般，可她却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她拖下去，关进祠堂，听候处置！这就开始急了，重头戏还在后面。太子殿下，我爹娘被奸人所蒙蔽，难道你要断下这冤假错案吗？好，那本宫便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若是你无法自证，你应该知道欺骗本太子的下场。太子殿下放心，可否让臣女看一下有毒的香膏？二小姐当心，这起香粉毒性极其强烈，千万不可接触皮肤，少量接触或许还有的救，但也会使皮肤溃烂，甚至毁容。谢太医提醒。你打算怎么自证？你不会为了摆脱自己的罪证，然后拖延时间吧？我且问你，近日来你是否双腿时常酸痛，疼得厉害时，连路都无法行走？是又如何？那便可以定你的罪。老奴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这侯府上上下下人尽皆知。可这又与香膏有何关联？莫不是二小姐想要转移大家的视线，借此所事混淆视听？宋二小姐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用的是薛家药铺的药膏，这药膏虽说疗效显著，但也藏着一个弊端，药香味极其浓郁。只要是接触过这个药膏，这身上的药味便是过好几天也散不掉。二小姐说了这么多，可这又与那香膏有什么关系呢？莫不是在这故弄玄虚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这香膏不是你送的吗？那为何这香膏之上偏偏留有你独特的味道？你又如何解释？这也许只是个巧合。好啊，你一个小小管家竟有如此高胆，竟然公然欺骗本太子，还有在场诸位，你莫不是把我们所有人当3岁孩童戏耍？你可知欺瞒当朝太子乃是何罪？奴才知错，都是奴才的错，还请太子殿下开恩呐！好，既然你不愿意说实话，本宫就撬开你的狗嘴。来人，在，奉本宫旨意，好好搜查一下管家，若有任何与他相关的事情，统统给本宫呈上来。是。毒膏只不过是个引子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你的命。侯夫人，我倒要看看，过了今日，你这个侯夫人的位置还能坐多久？娘，您放宽心，只不过是死了个丫鬟罢了。就算他们真的查出来那毒药与咱们有关，那也有的是法子应对。大不了就让那管家出面顶罪，他本来就是咱们的人，关键时刻自当为咱们效力。兰儿，这事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现在最要命的是我的账本，要是被人翻出来，娘可就万劫不复了。什么账本啊？竟然有这么大的干系！娘，你快跟我说说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。你别问了，知道太多你也脱不了干系。现在只能听天由命，看老天爷还能不能给娘一条活路。太子殿下，找到了。
太子殿下，在管家房中十分隐蔽之处找到了一个账本，属下看这账本另有玄机，请殿下定夺。娘，好戏要开场了。账本，侯爷，这账本之中记录的应该是侯府之事，不如你来看吧。也好。3月初5，送王大人翡翠摆件1尊，得银5000两。5月18，为李公子谋得官职，收黄金100两，与张员外合作，收获良田1000亩。娘，这些都是你做的。这上面记录的可是真的，没想到你竟以侯府的名义在外面做了这么多贪污受贿之事。侯爷饶命啊，这是误会啊！误会？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账本上面桩桩件件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侯爷明察，这是。你看我做什么？还不自己老老实实把一切交代清楚？这是老奴一人所为，求侯爷从轻发落。没想到永安侯府这样的百年世家，竟出了如此大的一个蛀虫。我看侯爷也是时候该清理清理门户，免得影响到你在朝中的地位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殿下说的对，臣这就将这狗奴才从严处理。爹，这其中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你这什么意思？那些人情交换暂且不提，买卖官职、私吞良田，这可不单单是一个管家有权利这么做，估计管家身后另有其人。宋二小姐言之有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本宫认为你应该仔细严查。你老实交代吧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？侯爷明察，这一切真的都是老奴一人所为。到了现在你还给我狡辩！来人，他家人统统给我带过来。他的女儿卖给勾栏瓦肆，把他的儿子给我扔进大牢，让他们受受苦。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刑法硬，今天必须撬开你的嘴不可。老爷，求你看啊，千万不要卖我的孩子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既然你这么在意孩子的安危，想保全他们，那你就最好老实交代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别到最后稀里糊涂的成了别人的替罪羊，白白搭上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，不值当。你给我退下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娘，是不是管家身后还有一些人？你少在这胡言乱语！这老奴胆大包天，仗着侯府的权势在外肆意妄为，犯下如此重罪，简直是侯府的耻辱。若不重罚，难平民愤，也难正侯府的家规。来人，即刻将这老奴拖下去，就地正法，以儆效尤。看以后谁还敢败坏侯府的名声！且慢，你睁开眼睛好好瞧瞧，你在你主子眼里不过是一枚随时舍弃的棋子，你若独自顶罪，必然会落得家破人亡的地步。难道你要眼睁睁把你的妻子孩儿往火坑里推吗？如今唯有道出实情，或许还有机会保全家人。别再犯傻了，莫要让一时糊涂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。你还说什么？此事已成定局，赶快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我说，这些都是夫人指使的。老爷，这一切都是这老贼的一面之词，我对这些毫不知情，此事不是我做的。侯爷，这是夫人的内府印信，侯爷一看便知，老奴所说是真是假。就说一个管家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？原来一直是你在背后指使。我就问你一件事，兰儿对此事知不知情？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兰儿什么都不知道。到了这步田地，还能做到不牵连兰儿，算你有点良心。来人，把夫人幽禁在他的院子里，没有本侯爷的命令，不准离开半步。还有，即日起剥夺他侯府夫人的身份，侯府容不下这种败坏门风之人。是。老爷，这都是有苦衷的。老爷，兰儿是无辜的，你不要牵连兰儿。夫人，你曾经的风光早已烟消云散，现在大势已去，你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。这么多年了，
我为了报仇改头换面，在这侯府饱受欺凌。但从现在起，一切都要结束。我马上能为我娘报仇雪恨，让你也尝尝这被人抛弃、绝望无助的滋味。这宋二小姐今日表现与平时居然大相径庭，难道之前全部都是在伪装的？侯爷近日操劳重重事宜，不如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切莫乱了心神。今日本是大喜之日，却不曾想出了这种事情，让太子殿下看了笑话，实在是惭愧之至。臣先行告退。宋二小姐当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有勇有谋，本宫深感钦佩。太子殿下谬赞，臣女只不过是做了该做之事，有勇有谋，全当是殿下在取笑我了。绝非谬赞，更非取笑。宋二小姐今日所作所为，皆是有目共睹，事实本就如此。臣女还是去送送殿下吧。宋小姐好意，本宫心领了。只是今日侯府风波不断，侯爷心身俱疲，宋小姐应该将心思好好放在令尊身上，尽尽孝道，以为侯爷解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太子殿下对我就冷冷淡淡，和苏婉晴那个贱人说话的时候，却又是另一副温和的模样？我到底是哪点比不上他？苏婉晴，你给我等着！娘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兰儿啊，这侯府上上下下哪个不是见风使舵的势利眼？我现在已经不是侯府夫人了，没了权势，风光不再。以前那些笑脸相迎的人，如今都对我避之不及，连下人们都敢在我面前甩脸色。这世态炎凉，我可算是尝了个透。娘，你可千万不能灰心啊！你忘了吗？我与太子殿下有婚约在身，只要我与他顺利成婚，成了真正的太子妃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手握滔天权势。到时候，我看谁还敢欺负你！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将你从这里接出去，让那些曾经欺负你、看不起你的人，统统都过来给您赔罪。我的好女儿，娘为了让你登上太子妃之位，筹谋算计了半辈子，耗费了多少心血，遭了多少罪，你都看在眼里。这一步咱们走了太久，绝不能功亏一篑，你千万不能让娘失望啊！娘，这太子妃之位从一开始注定就是我的，不管遇到什么阻碍，我都一定能驾进东宫。到时候整个侯府都得仰仗我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我的女儿长大了。好了，你快走吧。现如今这里是禁地，你暂时也不要来了，一切都等你入主东宫之后再从长计议。好，一切听母亲的。娘，兰儿，你怎么又……夫人，是我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还敢来这儿！若不是惜春死了，又怎么会引出后面那么多事情？你这个丧门相！夫人说笑了，夫人沦落到这般地步，难道不应该怪夫人自己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夫人难道毫无察觉？这些年你坏事做尽，桩桩件件，哪一件不是天理难容？贪污受贿、苛待下人、设计陷害无辜，如今遭了报应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这不过是您的罪有应得罢了。你居然敢这么说我！
虽然我被剥夺了侯府夫人之位，但我有的是办法除了你。夫人不会以为今日你贪污受贿一事被发现只是偶然吧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手笔？夫人现在才明白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你这个贱婢！我好心收留你，你居然反过来害我！夫人，你老了。10年前你杀人灭口的时候，可不是这般模样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夫人可否还记得下联？10年前被你们毒杀的无辜是？是当年那个贱人身边的小杂种，你回来了！是故意接近侯府来报仇的。当年就因我能发现你贪污受贿一事，便被你用真假药丸的把戏镇上，胡事乱葬岗。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恨不得将你将宋云来一个个抽皮扒骨，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些年，你有没有梦到过10年之前枉死之人？有没有后悔当初所作所为？枉死之人，呸！只不过是一个最低等的贱婢，死了就是死了。只后悔当初没把你这个小贱人一起杀了。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再过来我就害人了！来人呐！侯夫人，你还以为你是当初的侯夫人了？现在的你，就算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见你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以为你很威风吗？兰儿与太子殿下的婚约已定，等兰儿入主东宫，我便让他第一个除了你。婚约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让宋云兰嫁给太子殿下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顶着这张脸，彻底的取代你的宝贝女儿，嫁给太子殿下，成为真正的太子妃啊！你看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现在你也不用操心，去地下为我娘忏悔吧。娘，女儿终于给您报仇。怎样，公公？殿下放心，陛下说了，近日皇宫休沐，不宜操办典礼。但太子一片赤诚之心，就应允你在侯府先办一场，等休沐结束，另选吉日大婚。多谢父皇，如此甚好。本宫当年被云岚所救时，就在心里立下过誓，将来一定要娶她为妻。如今愿望即将得偿，本宫心中甚是喜悦。是，有劳公公了。哎，太子殿下，急事相报。说。小姐，侯夫人已废，为何不趁势揭发宋云兰？揭发，那岂不是便宜她了？那小姐的意思是……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绝望吗？那就是眼看他要登顶，却被人从顶峰拽下来，狠狠摔死悬崖的时候。到时候就这样。今日乃是我与太子殿下成婚之日，
本是大喜的日子，为何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？谁？给我追！是。你是说那个贱人要趁今日大婚，要将药下到太子杯中，以假乱真？此事当真？奴婢不敢胡说，请大小姐明察，就他一个贱婢，也敢妄想太子殿下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既然如此，我便要他自作自受。一会儿找机会，我要你将药下到太子杯中。他不是喜欢太子殿下，那我便要让他亲眼看着太子与我欢好。是啊，一会儿我会哄骗太子殿下共饮，你便将那药下到太子杯中。若是出现任何差池，我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是啊。太子到，殿下，您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急事相报。说，永安侯府的确有一人去过那个家，但并非是宋大小姐，而是宋二小姐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若云兰不是大姐姐，那剑碎阵图之事又如何解释？殿下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您为了我，可以求陛下先在侯府成亲，如今怎么还犹豫上了？殿下，粮食不可辜负，不如你我二人先共饮一杯，如何？殿下，这点要求都不答应云兰吗？这杯酒下肚，等药效一发作，殿下就彻底成为我的人了。到时候我就是真正的太子妃。苏婉晴，你的好梦要破了。这曲子，殿下，你去哪儿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传太医！大小姐，您这是药效发作了呀？药。对我做了手脚，你这个贱婢，竟敢对我动手！你们要做什么？这是给您找的解药啊！大小姐失礼了。放开我！来吧，小姐。放开我！这曲子你从何处学来？幼年流亡时，一位故人所教。那位故人曾说，若是日后走散，可凭借此曲确认彼此身份。你是当年的……那宋云兰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她若不是当年救我之人，又怎会认识完整的阵图，还会救南疆之花？因为那些全部都是我做的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
殿下是否有兴趣与我做一件趣事？只要是跟你在一起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侯爷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来嘛，小姐，来吧，小姐。有力气。小姐，干什么呢？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孽障，你要毁了永安侯府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到时候你故意露出马脚，然后假装叛徒将我供出来，后面之事尽在我的意料之中。算了，被人当众羞辱的感觉还不错吧？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？爹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无辜的！太子殿下，请你相信我。你的面纱呢？谁让你把面纱摘下来的？你用我的身份去勾引太子殿下了！爹，你看这个贱婢！你给我闭嘴！太子殿下，是我教女无方，让您看笑话了。如今老臣也不敢再说婚约之事，只求您看在我侯府世代忠良的份上，将此事从轻发落。侯爷放心，本王是不会取消与侯府的婚约的。殿下这是何意呀？其实我一直心系的，一直都是侯府的二小姐。还望侯爷成全，将二小姐加入东宫。今日之事，本宫再也不会追究。谢太子殿下宽宏大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！这个贱人害了我娘，如今又毁了我，还想霸占我太子妃之位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拉着你一起去死！小心！怎么样，绝望吧？跟当年我娘的绝望比起来，你现在可痛快多了。你是当年被卖掉的贱种，你是来报仇的。现在才知道，会不会晚了一点？我娘也是你害的，我只不过是把你娘的罪行公之于众，她这是罪有应得。你这个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！你干什么？我是你女儿，我是兰儿。你蓄意伤害太子妃，爹不得不这么做。爹，他是假的，他就是一个贱婢，生的也丑，根本就不配当太子妃。爹，惊扰了太子妃，还请太子妃恕罪。你我父女之间无需多礼。娘，你看见了吗？从此以后，我便是永安侯府唯一的女儿，光明正大的太子妃。女儿为你报仇了。兰儿，你不要怪爹，如今你已成死局，活着不但只是了名节的笑话，
还是得罪了太子殿下的死期呀！侯府才因为你娘受到了牵连，现在保全苏婉清才是侯府唯一的出路。婉清，如今你已经身为太子妃，可有什么事情想完成吗？本宫一定会答应你。殿下，你还记得你我幼年时的约定吗？自然。我身怀医术，不想困于这东宫，我想治病救人，推广医学，修建学堂。好，一切都依你。之前的旧疾已经全部治愈。娘娘，您就是活菩萨呀！我孙儿染了疫病，药石无医，眼瞅着就没救了。是您不辞辛劳，亲自施药救治，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老婆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完呐！您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！谢谢菩萨娘娘，谢谢娘娘救我性命。快起来，给娘娘磕头。谢谢娘娘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娘娘，起来！谢谢娘娘。老夫人，快起来！老夫人身为医者，本就该心怀仁善，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，您可别往心里去。有您这样心善的太子妃，是老天开眼，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一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菩萨娘娘，我曾听您说过要开辟女子科考的先例，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跟小虎一起去跟先生学很多很多的知识了？太好了，姐姐也能跟我去私塾了。娘娘，小孩子家不懂事儿，净说些胡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你这丫头，自古以来开创先例都是要流血杀头的，不要为难了娘娘。你放心，这一天很快就会来的。我既然许下这个承诺，就绝不食言。哪怕前路荆棘丛生，有万千的阻碍，我也会披荆斩棘，让天下千千万万的女孩子都能堂堂正正走进学堂，有学上，有书读，都能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就是这个妖女，这妖言惑众，说什么女子也能科举，老祖宗的规矩不能被她给破了。兄弟们，给我走！夫人你小心！什么女子科举，就是胡扯！咱们祖祖辈辈向来没有这事儿，可不能让她骄傲了。妖女竟想出女子科举这种荒唐事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搞什么科举？这不乱了世道，祸害人吗？你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先把这个强出头的带走！住手！他是本宫的人，我看谁敢动他！太子妃好大的官威啊！这个妖女提出女子科举，这是要把祖宗章法给踩烂了。咱老百姓向来本分，坚决不能让这个妖女得逞。妖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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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！此时定然闹得沸反盈天，如此一来，皇上岂会不耻？届时我倒要瞧瞧，你这太子妃之位还能不能在风口浪尖上威然不动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太子妃苏婉晴即刻回宫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女接旨。哼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放肆！你贵为太子妃，不思辅佐太子，整日就想着开办女子学堂，开女子科举先河，扰乱民心，惹下众怒。朕看你是不想要这个太子妃之位了。陛下，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，此乃天理。胡言乱语！女子科举有违天伦。太子，你真是该好好管管你这个太子妃了。回父皇的话，儿臣以为太子妃所言有理，女子不乏聪慧有才之人，让他们为国效力，才是我朝之幸
才是顺应民心之举。住口！朕看你是被这个妖女迷惑了心智。苏万琴，执迷不悟，开展女子科举，蛊惑太子，妄图扰乱朝纲，如此行径，配在居太子妃之位。即刻起，朕剥夺你太子妃的名号，贬为庶民，逐出宫去。此后你与太子再无瓜葛，若敢私自相见，定斩不饶。父皇，够了！谁敢为他求情，就是与他同罪，绝不轻饶。臣女谨遵圣旨。父皇，殿下，能有片刻伴殿下身侧，臣女已深感荣幸。臣女所念所求，皆是女子有学可上，有科举可考，并非仅拘于儿女情长。今日一别，还望殿下多加补。对不起，多想说声对不起。也许分离也是另一种相聚。遇见你的我多幸运，是否可以不辞而行？唯一的确定。再加点儿。姐姐请坐。你当年为了百姓，放弃了太子妃之位，真的值得吗？人各有志罢了。若姐姐此番前来，还似3年前那般，打算闹事搅局，那还望姐姐手下留情。这些药都是救人性命的。哼，太子殿下3年未娶，如今先皇驾崩，新皇登基，苏婉晴，是你赢了。皇上驾到！我请。水天之间，回头看，不曾走远。一目光，此生不婉晴，你还愿不愿意再嫁给我一次？怎么算都太难，分开之后。这次无做太子妃，做朕的皇后，无论是修建学堂，还是女子科举，朕都支持你。陛下现在是天子，君无戏言。君无戏言。太子妃苏婉晴心怀苍生，启蒙育德，故册为皇后，入主东宫。